我们看下一个 verbal 的部分。首先第一个，这个分数波动就很明显，前中后1/3、1/3不太一样。而且这位同学刚刚在做数学的时候，他的时间压力还没有那么大，他最后是有留时间，虽然留时间很少，大概只有30秒的时间，正常来讲应该是要留5分钟以上的时间，因为你有3题的机会可以修改。那你不可能回去就马上改，你还是要去重看题目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要去用到那3题的额度的话，最好是保留5到6分钟的时间，你一题可以有1到2分钟的时间会去重新看跟思考。好，但是数学那边它是只留半分钟的时间，是有点美中不足，但是压力也没有那么大。但是 verbal 这边时间压力就非常的大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同学他最后是有题目真的来不及思考的。他虽然有写，但很明显他根本没有在认真写，就为了要把它赶快写完。像第23题跟第22题，那我有特别去问这位同学说，这2道题，这道题有没有认真写？他说这道题没有，但这道题他感觉有把握，所以他就写了。好，所以你在我这边看到我打灰色的部分，就是字本身打灰色，意思就是这个数据等一下不会被我们列入分析里。因为你看我们刚刚的分析会搭配上这个细部的题型跟做题的时间，还有就是它的题目难度来综合去评估嘛。但是这些题目本身是不能代表他的能力的，因为他就是赶着写的。赶着写的情况下，对或错，什么难度、什么分类都跟你的能力没有关系。那我们来看到，好，这位同学他整个考试的决策里面有哪几道题是可以改善的？时间决策，因为我们在考试的时候，你唯一能控制的就是自己的时间决策，你的能力是不会改变的。你可以想象一件事，你进了考场之后，就不能再用手机，你也不跟别人交谈，你也不能看自己带来教材，你只要推开那扇门，没有办法再获得任何新资讯，所以你的能力在那一刻定下来了。那剩下的决策就是什么？时间控制跟管理。我们刚刚说整个考试里面分成3段，前中后。Verbal 的45分钟除上23题，一题是1分57秒。我们为了方便计算，就用2分钟来算，所以 CR 正常是一题2分钟。RC 正常有两种题组，一种是3题6分钟，一种是4题8分钟。但前期会稍微放宽一点，追求高正确率，但不会放太快，不会说什么前期这种3分钟4分钟，那没有那么夸张哦，不需要牺牲那么多时间。那中期回到正常，时间到了就要停，但是就是尽量做哦。那后期的话呢，甚至不用等到这个时间到，你如果提前觉得有障碍，就提前放弃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同学，黄色的地方都是我标注出来他有超时的地方。哪些地方决策是有问题的？包括第1道题，平均时间2分钟，但你不需要做到3分钟，你应该要做到2.5分钟就要停了。再来就是这2道是正常了，虽然这2道如果放在中后期，那就是超时，但是在前期的话，本来我们就是应该投这么多时间。做错是事后看才知道做错，但事前的话你不知道，所以就是用刚刚讲的那个规律进行。第10道题跟第14道题这2道题有问题，为什么？因为这2道是 RC， 但 RC 一组在中期的时候应该就是6到8分钟了。所以呢，如果像今天这道题这整组，你看他做了6.7分钟，其实在第3题的地方做到一半就应该要卡掉。像这一组的话也是一样，好，你看这一组就9.4分钟，其实根本就应该在这一题就要卡掉了。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这3个灰色的部分，就是它时间决策可以改善的地方。如果提早卡掉的话，你不止后面可以写完，搞不好还可以回来去检查或修改到答案。而且各位有没有发现？当然我们是事后诸葛啦，就是这3道题他当下多花了时间写，他还是写错了。然后这是事后诸葛没有错，只是你可以提醒自己啊，下一次反正我多花时间好像也会写错，哦，或者不一定会写对，那我就在这边先停下来。如果假设他考试之后没有时间写完的话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他现在是这样扣分，比如说这一题没写完好了，会被扣掉多少积分？扣了1.3个积分，1.3个积分等于多少？他一下被扣掉大概4到5个百分位，蛮严重的。所以不管哪个科目都不应该没写完，所以最后有把它拆完是好的啦。只是呢，前面有一些题目其实就是有点超时，啊，是有点美中不足的地方。那我们现在开始来看怎么去分析各个科目。那我刚刚有说嘛，难度值它是一个从正2到负2之间的值，在我的模拟里面是正2到负2，越接近正就代表说越顶尖难度，越接近负2就是越低难度。那我们来看，我们先按难度来排序。好，当然在你自己的电脑上应该是不能按难度排序，它没有这个东西。但是你可以直接按这个 fundamental scale 来排序。先看 CR， 等一下我们看 RC 就不会用这个来排序，因为 RC 它是要看题组的。首先，你可以看到 CR 2种题型，这种题型叫做 boldface 题，或者是2个人在对话，他问你说，哎，第2个人是怎么回应第1个人？第2个人回应第1个人的论点里面，他可能用什么逻辑？
就他没有要你给一个新的结论，或他也没有让你去加强或削弱，他单纯就是要去问你文章里面资讯与资讯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，很像我们在 RC 里面做的那个作者的作用题，就是为什么他要写这一段，前后文的架构关系是什么，这叫 analysis 题。好，那 critic 是什么呢？就是削弱、加强跟评估，这个我们统称叫做 argument evaluation。那另外这边呢 ，plan 就是所有跟方案、目的相关的题目叫 plan。construction 是解释题、推论题、假设题、填空题，这些叫 construction。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这两种题型呢，它的做错不是说在1.5以上做错，它大部分都是在中难度的地方就做错，就是1.5到-1.5之间，好，甚至是靠近0的地方就做错了。你看这个地方也是，它只有极简单的题目能做对，它在中难度的地方就做错很多。所以这位同学的能力天花板，好，应该就是中难度的题目，对错各有这样，甚至会常错。那哪一种题型比较强或比较弱呢？这边是不用去细分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不管是哪一种题型，正确率都低于50%，代表说就算稍微强一点、弱一点，那还是弱。所以这边我就不会去细分说他平常要多练什么题型，少练什么题型。但是呢，你可以看到这两种题型有一个差异，就是这种题型很容易会有超时的问题。这个我们会考，我在他的读书计划里面会帮他安排多一点题目，因为超时的题目就是要加大练习量，才能让你有熟练感出来嘛。那这种题目是不太会超时，但就是观念要改。所以这种题型时间压力比较大，我等下会帮他多安排一点。好，那我给他的第一个建议是，建议他优先学习终结者的 CR 全课程，因为我们的课程是按照题型来去分类的。比如说，我们课程第1章是导论，第2章开始就是这种类型的题目，第3章就是这个类型的题目，第4章就是2种类型题目的混淆选项。所以我会建议他先学习终结者全课程，把它全部看完，先不要做题。全部看完之后呢，接下来我帮他安排的做题就会是把它贴在下面这个地方，因为我写的比较多一点。CR 的部分，我会建议他先去做 OG 跟 OV， 就是 Verbal Review 这2本书。这2本书的好处就是它是官方的详解，而且我终结者这2本书都有去每一步录制解题影片，或是另外全部用我上课的方法去录制的，它可以去做到对照，而且这些书都有分不同的难度，还有不同的题型。那分题型的方式都是按照刚刚成绩单的形式来去分的。他应该要先去完整的练习 OG 跟 OV 这2本书的中难度，还有呢再去练高难度的题目。低难度不用练，我们刚看到他的错误大部分都在中难度的地方，所以他去练中难度在高难度就可以了。而且一次是5题一组。那这边因为我考虑到说他刚刚的这边做题速度比较慢，所以他这边可以练2组，加强评估，还有 face 题或者是2人对谈题，这边要练2组。好，就等于是练10题。但是呢，另外其他题目练1组就够了。OK，那所有的题目都是要逐步显示，意思就是现在先设定1题2.5分钟，习惯之后再设定到2分钟，甚至我会请他在平常做题的时候就用倒数计时的时钟，不是1题1题限，而是全部题目绑在一起。比如说5题就是12.5分钟，用倒数计时的时钟来写模拟考试的状况，然后每一题开始做的时候看一下那个倒数计时钟是几分几秒，自己心里面去算2.5分钟之后是几分几秒，提早适应考试的状况。那其中呢，由于他2个题目的能力都差不多一样，所以我会建议他 medium 的题目就是要每到自己做的时候录音，记录下自己的做题方法跟流程，不论对错，事后跟我的解题影片去做每一个步骤的对照，这样子叫模仿做题法。很像是今天你丢球的时候有没有？好，教练会让你先学明投手的姿势，然后呢你自己录下来你自己的姿势，再去跟明投手做对照，看哪一个姿势做的不好，哪一个姿势好，他的那个角度不对，伤到身体啊。那你慢慢的去对照出差异，自己去模仿之后，你的姿势就会越来越正。那会比较累，会比较慢，但是呢，由于这位同学中难度的地方非常的不熟悉，所以呢，它是必要的。但是到高难度的地方呢，就可以只去针对错题的影片去检讨影片就可以了。这是我给他 CR 的建议。那我们来看他的 RCO， 但 RCO 有一个特色，就是我们不能够按题型来排，我们需要去按照顺序来排，因为 RC 它不是一个题目一个题目独立的，它是题组的。哦，那如果你按照题目，你只是按照题型来排，你没有按照题组来排的话，你就会忽略掉可能有些文章会有阅读障碍，所以我们要按照题组来当顺序来排，这样子。它总共有4个题组，1、2、3、4。首先第一个，我们可以观察到它的超时问题没有像刚刚的 CR 那么严重，大概就只有2个题组的最后1题是超时。所以平常练习的题目的时候，我就会建议他时间不用说逐步的限时，他就直接设到3题6分钟、4题8分钟就可以了，就是考试的时间当限制就可以了。甚至还会建议他更进一步，能够缩成3题5.5分钟、4题7.5分钟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他的 infer 这种题目是比较弱的。
什么叫 infer idea？什么叫 stated idea？这个叫做 main idea 跟 supporting idea，就是主旨题跟直接问你文章的纯细节，没有让你做额外推论的题目。那另外3种题目呢，叫做应用题，就是问你文章里面的故事跟哪一个例子最像，去做类比。还有推论题，问你作者可能会同意下面哪一句话，他的文章里面没有讲，但他的立场是会同意的。还有作用题或逻辑题，如果你作者写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，或者是文章里的论点要怎么去加强或削弱，那么这一种题目呢，叫做 infer idea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问题 infer idea 的能力比较弱了。第一道题目高难度做错，这道题上表现比较好的。但你可以看到，它在后面的第4篇的时候，这些题目已经降到了中难度，它还是做错。有看到哦，这个地方也是做错。所以呢，我会说这位同学他的 infer idea 在中难度的地方是不稳的，有做对也有做错。那高难度的地方只有遇到一题做对，但是其他回到中难度的时候他并没有表现很好。等一下帮他安排读书计划，所以针对这一点特别帮他加强这种类型的题目。然后再来，你可以看到他的 stated idea，哦，这2篇文章是做错，但是他做错的难度就普遍比较高了，就是这边有做对，这边中难度反而做错，不知道为什么需要去厘清。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地方明明难度降低却做错。这样，那这个我就会问同学一个问题，就是考试的时候你是不是有阅读障碍？我是怎么看的？我会去看你的第一道题的时间占整个3道题或4道题题组的比例。正常来讲，GMAT 的文章，我就会问同学一个问题，说这篇文章是不是有阅读障碍？因为 stated idea 它本质上是你只要读懂文章表面的意思就能做对的，就是主旨题跟 supporting idea 题。所以当你连 stated idea 都做错的时候，代表说这篇文章你可能没有读懂它的意思。还有就是观察到，我们刚刚不是说文章本身读大概需要2分钟左右的时间吗？再加上做一题大概需要1到1.5分钟的时间，所以我会预计第一道题就是3到3.5分钟的时间。如果你第一道题花了4分钟，我会觉得要么是你本身的速度真的太慢了，我就会看别的事。如果你每一道题都花4分钟，那真的是你本身速度太慢。可是你看有些题目花3分钟，有些题目花3分钟，但是呢，就是有题目花到4分钟，那代表说你不是说每一篇文章都读得慢，你是刚好遇到了某些特定的题目、特定的文章有阅读障碍。好，所以我就会去跟同学询问说，这篇文章你在考试的时候你还记得吗？这2篇文章考试的时候觉得是不是特别难读？那难读的原因是什么？看的不是很懂，是因为单字不懂，还是说是因为句子结构有点复杂，刚好卡在那个地方？还是说是那篇文章的领域刚好是你不熟悉的领域？还是别的原因？因为这些东西成绩单一律不会告诉我们，所以我们需要透过这个东西来知道。知道之后，我就会帮这位同学去安排额外的阅读训练，不管是背单词，或者是针对特殊领域的文章做激进的加强训练，或者是做长难句的训练。好，这都是要跟同学沟通才知道的。再来的话，就是我这边的 RC 的总和建议，我会建议这位同学平常做题的时候，因为他的 stated idea 其实比较强，我觉得他 stated idea 本身做题本身应该不是问题，他主要的问题应该是这些文章遇到阅读障碍。当然我不确定，如果到时候分析出来真的不是 stated idea 的问题，我就建议他只练这种类型的题目就可以了。如果有 stated idea 的问题，我就会请他去特别去挑容易错的类型的题目，我就帮他特别安排平常多练这种类型的题目。那这个地方的话就是限时6到8分钟，因为我们刚看时间不是太大的问题。但是我们只有对错题检讨就可以了，然后从中难度的题目开始做，因为我们刚看到 infer idea 中难度题目错的比较不稳定嘛，这是给这位同学的 RC 的建议。那甚至呢，在做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也会去进一步去做直化的分析。举个例子，像 infer idea 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叫做 pre-think，上一次讲座有讲到，就是你做题你要去思考答案可能是什么，再去下去看选项。那 infer idea 做的不好的同学，大部分都是 pre-think 没有做，或者是 pre-think 做，但是 pre-think 本身的思考就有差距了。那我需要去看同学的思路是怎么样，我就会请他把做错了题目的思路记录下来给我，我来帮他看他的推理过程，这叫直化分析，好，这是这样的概念。